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，如今起拍价300万，却连一个人报名都没有。这不是电影，而是2025年的中国法拍市场。一场房产的尸横遍野正在中国上演。根据阿里法拍数据，截至今年5月，全国法拍房源数量高达310万套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背后是开发商的暴雷、炒房客的断供、家庭的破裂，还有银行账面上的黑洞。每一套法拍房都是一个破碎家庭的资产遗骸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国蔓延。6月9日，阿里资产交易平台悄无声息地挂出了一个巨大的清单。恒大集团旗下12家附属公司的不良债权被整包摆上货架，总金额高达113亿元。债权人是中国4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长城资产北京市分公司，抵押物包括全国9个城市的土地、在建工程与房地产。但这份清单并没有引发资本市场的哄抢，相反，一片沉默。没有人抢着接盘，也没有多少人关注。哪怕评估价打了对折，拍卖页面上依然冷冷清清，甚至连围观群众都寥寥无几。这些资产中，有的本来就是空中楼阁，位于村镇，地处偏僻，早已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变成第2个万科。而另一些虽位于1线城市，却已经沦为被遗忘的灰色地带，产权不明，工程停滞，债务缠身，像烂泥一样砸在买家的胸口。更讽刺的是，这113亿元仅仅是恒大债务海洋里的一滴水。接盘侠去哪儿了？2023年，许多人还在赌中国楼市 U 型反转，有人说再跌就是机会。可现在，这个市场的真相是法拍资产放量，接盘方失踪。不仅是恒大，整个大陆房地产市场的不良资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倾泻而出，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大型债权包被拍卖转让。比如南京钱宝系旗下的江北福中智慧城与玉廊腾飞产业园，总起拍价 10.6 亿元，无人报名。福盛的前滩乾隆广场总价14亿元，2次流拍后再次上架。福建福清市的恒大御景半岛，2021年7月停工至今，评估价 2.287 亿元，起拍价打了7折，却至今无人报名。一个接一个的项目挂上拍卖台，一个接一个的结果是无人接手，流拍，再拍，再流拍。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法拍经济时代，而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底公布的一项数据，直接揭开了这个时代的经济真相。2023年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 3.8 万亿元，创下历史纪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天都有超过100亿元的资产被银行当成坏账甩卖处理。而这些坏账的背后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一个个项目、一个个企业，甚至是一家家的家庭梦想。从2020年起，金融系统每年都要处理3万亿以上的不良资产，但2023年一下子飙升到 3.8 万亿，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撕裂的信号，是市场信心崩塌的直接体现。而2024年，这个数字并没有下降，反而可能继续刷新纪录。因为恒大、融创、绿地、佳兆业这些名字曾经撑起地产中国的脊梁，如今却在债务的沼泽中挣扎。他们名下的土地、楼盘、项目，如今都变成了急需脱手的烫手山芋。我们看一个小例子，福建福清市的恒大御景半岛，在阿里法拍平台挂了又挂。最初挂牌评估价是 2.287 亿，后来打了折，只剩 1.6 亿起拍，但从2021年停工至今，一次次拍卖都无人报名。老百姓说得好，就算拍到手里，也是一个大坑。因为接手这种不良资产，不等于抓住了一个机会，
更可能是卷进了一连串官司、合同纠纷，甚至还要面对一群讨债的施工队和愤怒的业主。这些项目不仅法律关系错综复杂，工程状态更是一塌糊涂。有的地皮早已被掏空，只剩个空壳；有的楼盘连钢筋水泥都不敢动，形同废墟；还有的项目连设计图纸都没存档，彻底成了无主之地。所谓接盘，不过是在为上一轮的债务泡沫背书；所谓资产，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债务陷阱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更悲惨的现实也在逼近断供潮。根据贝壳研究院、羽绒360等平台公布的多组数据，从2023年第4季度开始，个人住房贷款的逾期率显著上升。到了2024年下半年，部分城市已经出现按揭集中断供的趋势，特别是在2线城市武汉、郑州、南昌、合肥等地，法拍房数量大幅增长。各地法院平台上，司法拍卖房产栏目不断刷新纪录，个人名下的商用物业、车位、写字楼，甚至是普通住宅，都进入了被处置的序列。过去，很多人以为断供只是穷人的无奈选择，可现在，越来越多登上法拍平台的房产，背后站着的却是曾经稳稳当当的中产家庭、企业中层、银行职员、公务员，一个个看起来体面安稳的身份，如今也难逃还贷崩盘的命运。曾经年薪20万加，如今因为裁员或降薪，连房贷都还不上。这不是个人失败，这是一场系统性危机，一场经济寒冬中最先冻死普通人的冰雹。有价无市，拍而无人应，是当下中国法拍市场最真实的写照。根据阿里法拍的数据平台，截至2025年第1季度，全国法院司法拍卖平台上的涉房产拍品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套。2020年这一数字还只有160万套，短短5年翻了近1倍。其中，法拍房源主要集中在1、2线城市的郊区及3、4线城市，且大多数为烂尾工程、商办物业或是高杠杆购房者断供后的资产。不仅拍品数量暴涨，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法拍成功率却在持续下滑。2023年，全国法院法拍房源的成交率为 39.8%， 到了2024年降至 35.2%， 而进入2025年上半年，这一数字仅为 30% 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每10套被推上法拍平台的房子，可能有7套最后都是流拍的下场。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，没人想接下这颗烫手山芋。当年把房子当提款机的中产，如今被高房贷压断脊梁，连还贷都吃力，哪还有余钱去法拍捡漏？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居民家庭杠杆率已达 64.7%， 处于历史高位。在1线城市，一套房子的月供就可能吃掉一个普通中产 80% 的可支配收入。过去支撑房地产泡沫的金主、房企、银行、基金，现在不是暴雷就是裁员，更别说去吃这些没人敢碰的不良债权包。以2024年末的数据来看，信托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融资同比下降 72.4%， 房地产私募基金募集规模同比减少近 80%。 就连一向敢赌的温州炒房团，这2年都在集体退场。而机构投资者更是保守的可怕，因为接下一个不良资产项目，不是接了馅饼，很可能是直接接了炸弹。不少人还存在幻想，是不是只有18线小城市才会法拍横飞？现实已经狠狠地打了他们一巴掌。在阿里法拍平台，北京五环外、广州黄埔、杭州余杭、南京江宁等城市的高端法拍房已经不再罕见。以杭州为例，2025年5月的数据显示，杭州在法拍平台上的住宅类房产数量已经达到7850套，同比增长 38%。
其中，不法曾被誉为改善人群必抢的高端项目，例如位于滨江板块、总价超1000万元的某楼盘，竟然3次流拍，第4次才以评估价7折的价格成交。广州的情况也不乐观。2024年，广州全市法拍房源高达21000套，同比上涨42%。而到了2025年第一季度，仅黄埔区的法拍房源就新增了近2800套。别说3、4线，现在是1线城市的核心地带都在悄悄法拍化。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在建房地产项目中已有超过14%处于长期停工或烂尾状态。这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家庭被锁在毛坯、灰尘与钢筋混凝土中，他们既无法入住，又不能转手，更还不起房贷。于是，银行只好启动法拍流程，将这些纸上富贵变成账上垃圾。还以为这是局部问题，不，这已经是系统性风险。2023年，中国前100强房企中有62家出现债务违约或延期兑付。到了2024年，头部房企中，碧桂园、远洋、阳光城等全部暴雷，资金链一断，项目一停，老百姓一哭，接盘人一跑，政府一看，拍卖一挂，恶性循环正式开启。很多人以为恒大的失败只是个别现象，但现实是法拍市场的膨胀本身就像一个2次爆炸的恒大。如果说第一次泡沫是房地产高杠杆堆积的神话崩塌，那么这一次是不良资产堆积带来的死亡沉积。这些无人问津的法拍资产背后，是银行坏账的暴增，是地方财政的透支，是普通家庭的绝望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 4.1 万亿元，不良率升至 2.16%， 创近5年新高。而其中，房地产类贷款坏账占比超过1/3，成为最主要风险源。简而言之，房地产是咽喉，不良资产是毒瘤，法拍房就是已经发黑发臭的烂肉。很多人仍抱着在法拍市场捡漏的幻想，殊不知，捡到的不是房，是一整套烂尾债务、法律纠纷和购房者的绝望。成为的不是业主，是被迫继承旧时代房地产泡沫烂摊子的接班人。这个市场的逻辑已经变了。过去是房子越买越贵，现在是流拍越多越便宜，再之后可能就是有人给钱也没人接。而这个曾让无数中国人做梦的房地产，正静静躺在法拍平台上，像一具具打着价格标签的尸体，等待下一个不知情的买家走近。